欢迎您来到杂学咖啡馆，一个分享各类聊天话题的集散地。我是读万卷书板块的分享人 K， 由乌尔善执导，费翔、李雪健、黄渤等出演的奇幻古装电影《封神》第一部《朝歌风云》自上个月在中国大陆上映，凭借优良的制作和视觉效果，口碑红遍网络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《封神榜》的神仙体系。提起《封神榜》，很多人都会想到《西游记》。确实，这两本书里很多的出场神仙都是相同的，似乎有点前传和后传的感觉。但如果细看的话，《封神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完全是两种风格。《西游记》首先是由一个个的故事组成，各位神仙的出场完全是按照故事需要。在作者的脑子里，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神仙谱系。当然，后世的读者出于对作品的喜爱，归纳总结出的谱系与作者的初衷无关。包括所谓的81难，其实也是故事讲到最后硬凑出来的。作者并没有为了迁就81难而写出81个故事。封神演义则刚好相反，作者是个设定控，他很可能是先编好了神仙谱系，然后才开始讲故事。全书第99回，所谓的封神榜，就是把设定拿出来给读者看的。而且读小说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，前半部书他还在好好的讲故事，写到后面明显是写烦了，都这么多字了，怎么还这么多人没死啊？于是来了个万仙阵，让角色们批量死掉，然后就全部一道灵投封神台去了。但不得不说，建构神仙体系应该是个很好玩的事情。从作者的角度，建构的过程可以享受到造物主般的快感；从读者的角度，有一个体系存在，大家才觉得世界是有规律可信服的。在阅读的时候才能更沉浸在故事本身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，《封神演义》能给人带来的阅读快感是《西游记》给不了的。下面我们就来聊下《封神演义》的神仙体系。关于这个体系，在第15回有一段重要的描述：三教并坛，乃阐教、截教、人道三等，共编成365位成神，又分8部，上4部是雷、火、温、斗，下4部是群星列宿、3山5岳、不与星云，善恶之神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叫三教。封神演义多次提到，之所以会有封神榜，是三教协商出来的。那所谓三教是什么呢？按中华文明的常识来说，应该是儒、释、道，但在封神演义里并不是。因为周灭商的时候，三教的创始人孔子、佛陀和老子，严格来说还都没有出生呢。所以封神演义里的三教很特殊，是阐教、截教和人道。阐教和截教修的都是仙道，也就是道教的前身，而人道发展到后来自然就是儒家。所以封神演义里的三教只相当于后世三教里的道和儒两教。补充一点，小说里虽然没有佛教，但有个西方教，显然是佛教的前身。西方教主要就2个人物，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，也就是阿弥陀佛和密宗的准提菩萨。因为这2位在明代的影响力很大，所以多半是封神作者用来蹭热度的。阐教的领军人物是元始天尊和老子，截教的教主是通天教主，他们3个是师兄弟。在这3兄弟上面还有个师傅，就是红军老祖。红军老祖和通天教主都是作者原创的角色，不见于正宗的道教典籍记载。原创一些超厉害的角色，直到今天仍然是小说作者们很喜欢干的事情。再说人道，头面人物是伏羲神农和轩辕黄帝，也就是所谓的三皇。在封神演义里，他们只是偶尔出场，存在感并不强。至于封神榜的性质，元始天尊有句话说得清楚：根行深者，成其仙道；根行稍次，成其神道；根行浅薄，成其人道，仍随轮回之节。也就是说，封神榜的目的就是在仙道和人道之间再打造出一个神道。神道低于仙道，但是高于人道。整个封神演义讲的就是这件事。借武王伐纣这次天命转移，把一批解决不了仙道编制的杀死、降级变成神，当然也会有一批凡人借着编制扩大的机遇，一举提干成神。所以这个决策对于阐教和截教来说，上封神榜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好好的享受着仙道的高福利，凭什么要降级变神呢？所以两边都要尽量减少上榜数量。当然，
最终的结局是截教惨败，阐教完胜。截教好多非常厉害的人物都成了封神榜上的名人，让出了仙道的名额，而阐教这边则只用一些三代弟子和散仙随便意思了一下。所以某种意义上，封神榜也可以理解为一个针对截教的阴谋。而封神演义里武王伐纣实际上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，或者就是个外壳，壳子里装的是阐教和截教的斗争。那什么叫阐教，什么又叫截教？这两个概念在道教的典籍里似乎没有任何出处。阐和截是什么意思，解释很多，也基本都是靠猜。不过两教的基本立场和人员结构，小说里交代的还比较清楚。如果不算教主的话，截教实力更强。先说阐教，二代弟子老子的门下，书里只出现了一个徒弟玄都大法师。元始天尊门下人数还相对多一点，像广成子、赤精子、文殊广法天尊、太乙真人之类的，也就是所谓的玉虚宫12金仙。再有就是燃灯、路亚等不多的几个徒弟。顺便补充个题外话，玉虚门下的不少人后来加入了西方教，也就是佛教。比如文殊广法天尊变成了文殊菩萨，慈航道人变成了观音菩萨等等。再说第三代，虽然有我们熟悉的哪吒、杨戬、雷震子等阐教三代弟子，但是他们还很年轻，在修真的道路上刚刚起步。总体来说，阐教这边三代人数有限，而且除掉有主角和准主角光环的这些位，整体上都比较废，人均战5渣的水平。反观截教那边，真的是人才济济，像什么赵公明、三霄娘娘都是可以随便吊打玉虚宫2代弟子的。也就是说，哪吒、杨戬他们的师傅来了，也不是人家对手。另外，在组织架构方面，阐教显然更清晰，而截教那边则是一团乱账。阐教这边谁是2代弟子，谁是3代弟子非常清楚，可以说是等级森严，讲的就是论资排辈。再看截教那边，通天教主的核心弟子其实就4个：多宝道人、金灵圣母、无当圣母、归灵圣母。剩下的就是大量辈分不清的人物。商朝的文仲文太师是截教的第3代弟子，但在小说里，截教这边却有大量的人物，既和文仲平辈论交，又和阐教的2代金仙平等相处，似乎辈分因素在截教这边并不重要。还有一个特点是，阐教弟子的来源比较单纯，绝大多数都是人类修炼出来的，而截教则像个动物园，什么物种都有。换个角度来说，阐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，对其他物种非常歧视，认为只有人类才有修仙的资格。而截教则是万物有灵的泛神论者，主张人与自然共享修仙资源，算是一种和谐的发展观。再从政治立场来看，阐教明确支持周文王、武王的改朝换代，而截教的很多人其实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，所以阐教的人一张嘴就喜欢说天命，上天注定要改朝换代，所以我支持周王。而截教的大多数人虽然站在商纣王阵营，但这只是因为文太师是截教的3代弟子，在截教里的人缘好。文太师忠于商朝，于是找朋友来帮自己打架，朋友顾及情面来了，被打死了。然后这个朋友的朋友又来报仇，然后又被阐教干掉。这也是今天我们读《封神演义》反而容易对截教印象比较好，而对阐教的人特别讨厌的原因。阐教中大多数人面目模糊，个性全无，满嘴仁义道德，实际行为却是护短、抱团、出尔反尔，党同伐异，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以多欺少，赶尽杀绝。总之，说起来是正派人物，但各种狠毒、猥琐几乎都占尽了。而所谓反派的截教人士，却能让读者感受到他们是重感情的。为了这份感情，为了信仰的价值观，明明知道自己出山可能会死掉，上封神榜，但不惜生命也要报仇。对今天的读者来说，这是比较容易引起共情的。此外，作为小说中正派的阐教，还很擅长宣传工作。比如截教那边有神仙吃人，会搞大屠杀，而阐教这边即使做了，也会千方百计掩饰，总能找出正当的理由。所以《封神演义》里的阐教截教之争写出了这样一种效果：有明确的纲领，有严密的组织，能够为了同一个目标高效的行动，还懂舆论，会宣传。这样的阐教
比起人多势众、资源丰富的截教来说，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。这一逻辑似乎到了今天仍然适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并请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